我在 Coursera 这家公司工作了5年之后，今天是我的 last day。我的 Slack 现在还是没有变成灰色。Interesting. Oh, your session has ended and you need to sign in again. Wow. 原来这就是被sign out的感觉。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呢，是一个非常意义重大的影片，至少对我来说。那就是我在 Coursera 这家公司工作了5年之后，今天是我的 last day， 也就是我辞职啦。没错，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我的频道上公开我工作的公司。那如果你没有听过 Coursera 这家公司的话，它是一个总部在美国加州矽谷的一个线上教育公司，上面的课呢都是来自于知名的大学或是企业。那今天呢是我在 Coursera 的最后一天，在 Coursera 的工作呢，其实是我从 Berkeley 硕士毕业之后的第一个全职工作，所以在工作了5年，要跟第一份工作说再见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一点感慨嘛，就是有一种要跟初恋说分手，但是有一点舍不得的感觉。这样，现在是礼拜5的下午4点59分，也就是再过1分钟之后，我就要变成 Coursera 的荣誉前员工了。那虽然就是刚刚跟大家道别之后，就觉得因为不在办公室，所以就一个人默默的结束这一切，感觉就是很不真实吧，就也没有说要拿一个箱子把东西收集走，而且就是我的电脑啊，就还在我这，因为他们也没有寄箱子来。我想说，该不会要送我这个电脑吧？所以只是想要单纯的纪念一下这个最后的几秒钟。我就很好奇，5点之后会怎样？是我的 Slack 或是 email 那些就全部都没有 access 了吗？感觉还蛮奇。5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Slack。可能是5点1分吧，因为我的 Slack 现在还是没有变成灰色。Interesting. Oh, your session has ended and you need to sign in again. Wow. 原来这就是被sign out的感觉，所以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头像变成灰色。虽然有点五味杂陈，不过也算是帮我这5年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好的，那在1个礼拜过后呢，收到了 Coursera 寄来的分手礼物。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分手礼物里面有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东西吧。噔噔噔噔噔噔！哇哦，我还以为真的是一个礼物，这里面也太梦幻了吧！这颜色陪伴了我5年的 MacBook， 现在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刻。好，因为最后一天要还电脑嘛，然后刚好又在公司Coursera 的前总部附近，然后我就来看了一下，就发现之前会有一个 Coursera 的牌子已经不在了，然后有一种人去楼空、很感伤的感觉。但现在看到就是我后面的这个办公室，感觉不知道里面是不是都已经全部空了，因为现在看起来感觉好像还没有公司入驻，但是这边的这个之前有一个 Coursera logo。都已经不在了，这应该算是一种 the end of era 的感觉吧。工作这5年呢，我今天就想要来对我自己在 Coursera 的5年呢做一个 performance review 吗？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Coursera 这5年呢经历过的 highlight 以及 lowlight。那如果说要回顾在 Coursera 的高光中的 all time high 的时刻呢，那当然就是2021年3月底的 IPO。那这个呢，对于我那时候刚加入公司1年多，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吧，因为其实说实在话，我那时候接 Coursera offer 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想过它会 IPO， 所以就有一种瞎猫碰上死老鼠的感觉。然后看到公司高层在那个 Nasdaq 上面那个仪式的时候，就还是莫名的觉得蛮感动的，有一种哇，我也是见证了一个公司从还没上市，然后到 IPO 的这个过程。这应该是在 Coursera 工作的高光中的 all time high 的时刻。那第2个高光时刻呢，就是在 Coursera 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2019年底加入的，那个时候呢，其实算是有幸体验到
疫情前的矽谷科技公司工作生活，有时候现在想想，哇，那时候真的是每天周一到周五都要去公司上班，每天通勤的时候，现在真的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那时候呢，矽谷科技公司都还有很多的 holiday party，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参加了我唯一一次在 Coursera 参加的 holiday party。那个高光时刻呢，就是见到了 Coursera 的 founder Andrew Ng。那如果你有曾经在 Coursera 平台上过课的话，有非常高的几率，第一门课应该是 Andrew Ng 在 Coursera 上面教的 machine learning。那第3名的高光时刻呢，就是我在 Coursera 的5年期间呢，升职过2次。那从就是真的是一个菜鸟工程师呢，升格到 senior engineer。那我也因为这些 promotion 啊，我也去做了很多跨公司、跨团队的专案，然后有机会也更了解更多职场上的人情世故啊，怎么样跟老板谈 promotion 啊，怎么样去 negotiate 啊，那怎么样让自己做的东西能够被更多上面的人看见。那当然呢 promotion 呢也让我的薪水呢上涨了不少，光是 base salary 的部分呢就上涨了快要50%。除了加薪之外呢，这个 promotion 在当 engineer 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真的很享受，就是在做出一些产品，然后真的让它可以帮助到使用者的时候。好，那回顾完了在 Coursera 的 highlight moment 呢，现在就来讲一讲那些在 Coursera 的 low light。那这些 low light 呢，其实也就是让我为什么会想要离开的原因。第一个 low light 呢，当然就是 low light 永远源自于 highlight。Coursera IPO 2021年之后呢，我们曾经在 IPO 之后呢，享受了大概几个月的蜜月时刻吧。就那时候 Coursera 的股价一度达到了，好像就是最高还有曾经到达60几块。就从2021年的6月之后呢，就差不多从40几块、46块左右一路跌，然后在2023年有稍微反弹一阵子。不过呢，我觉得 Coursera 的 all time low 呢，其实就是在最近吧，就是 all time low 呢曾经到5块多左右，5、6块钱。所以呢，从这个60几块到6块的这个高达90%的跌幅呢，我觉得其实当然不是一天之内造成的，不过我觉得自己亲身在这个公司，然后去体验到这个已经不是云霄飞车这种做自由落体下降的感觉，其实真的是不会想再经历一次啊。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有经历到一些公司 IPO 的好处，就是我也在公司 IPO 可以卖掉股票的时候呢，卖了一些股票，所以算是有小小的赚到了第一桶金。那第二个 low line 呢，其实就是公司的裁员。公司Coursera 在2022年跟2024年2次的年底呢，都分别有不小的一波裁员。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还没有这么的深刻，因为那次遇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事发突然嘛。裁员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非常在状况外，就是裁员结束了我才知道这样子。那所以那次就没有感觉这么的深刻。但是呢，就经过2年，在2024年底的裁员呢，我觉得是让我影响蛮大的。因为第一个是公司它的宣布的方式，就是它有一种预告式裁员，就是预告说 OK， 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内呢，可能会有裁员的动作。那这样子我觉得呢，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就觉得这种预告式裁员会让人很紧张吧。尤其是那种在短短的时间内，你就会发现说，感觉同事之间有开始那种互相猜忌啊，互相竞争，你就会觉得说，哇，大家是在玩鱿鱼游戏嘛，就是在最后1名的人就要被淘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裁员啊，还有加上其实在公司已经有好几，我已经数不清有好几4、5、6、7、8次的 reorg， 就是 reorg 到我那时候连自己的组叫什么名字我可能都不知道的，就是我们在哪一个 org 下面。其实我觉得这些就是显示出来，就是 leadership 他们的一些混乱，跟对于公司的未来的一些很多不确定性。我觉得这就是会让第一线的员工，我觉得会对于公司开始产生了一些怀疑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不信任。那最后一个 low line 呢，其实也是促使我想要离开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这个呢，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就是公司的永久远端工作政策。就是我从2020年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去过办公室上班，所以我其实也曾经体会过很多年这种在家工作的福利吧，就是你可以不用通勤，不用塞车，只要有一台电脑，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都可以工作。刚开始的几年，我觉得我非常的享受这种在家工作的自由，但是我觉得时间一久之后呢，我就开始问自己说，那如果你还要一直在家工作的话，那请问你还留在矽谷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
虽然矽谷这个地方有很多让我不习惯的地方，但是矽谷的机会还有矽谷的人才，绝对是我会想要现阶段留在美国的最大动力来源。那但是我们公司呢，并没有人要让大家回到办公室的计划，甚至在2024年，他还退租了在矽谷的原来的总部，然后改租到一个比较小的办公室。也就是因为这些公司的政策呢，让我开始去思考说，如果我真的还想要留在矽谷，还想要在这个科技业呢闯荡一下，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离开现在的环境？坦白说，现在在家工作呢，我跟我同事之间的交流呢，已经变成只有 Zoom 上面的谈公事，然后说好听一点是大家都非常尊重对方的时间，但说难听一点，就是你也少掉了很多和同事算是闲聊，或是去讨论，或是去交换各种情报的好机会吧。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学习跟经验。回顾这5年在 Coursera 呢，我觉得当然一个工作呢有起，当然就有落。那这个工作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开心能够在 Coursera 这个曾经我在还没进 Coursera 之前呢，一度觉得是哇神一般存在的线上教育公司。当然来了之后呢，也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不过我觉得在这5年的学习呢，其实都是算是我人生中很宝贵的东西。虽然也有很多失败，很多感到挫折的时候，不过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还是一个非常快乐而且很有成就感的经验。怎么变成好像那个心灵鸡汤的感觉？看影片的人呢，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也是第一次要离职。那我就在这次第一次要离职的时候呢，也是做了一些功课，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如果你是想要离职的人呢，你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算是 checklist 吧。我觉得第一个要去做的呢，当然就是跟钱最相关的，就是你要决定你的离职的时间。那这离职的时间呢，你要考虑的当然就有几个，因为一般的科技公司它会有定期的发就是 RSU， 那 RSU 可能是你入职时候给你的，或是你曾经被 promote 他给你的 RSU， 就是你应该要去算一下说，我在这时候离职能不能顺利拿到这些 RSU？ 那我要怎么样去跟老板讲我的比如说 2 week notice 啊？那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你要在跟老板提离职之前呢就要先去想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保险，因为在美国呢，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呢，看病非常的贵，所以呢你什么时候离职，你的保险的 coverage 大部分都到那个当月的最后一天，所以呢你也要去看一下，说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离职才可以拥有最长的保险 coverage。那第三个呢就是要离职的话，当然啦，因为你的公司电脑就会没有权限嘛，所以呢你就要把一些你的比如说之前写过的documentation 啊，或是你的 promotion 的记录啊，还有你的公司的任何跟税务相关的东西呢，应该都要先保存好，以免呢就是之后还要就是再去找。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呢，如果公司呢有什么福利的话呢，一定要在离职前呢赶快用完。就是说起来非常的有趣，就我其实不知道我们公司呢有一个新的 wellness credit 的 benefit， 那这个也是我在跟我同事闲聊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要把公司的一些福利呢就是好好的使用一下。离开 Coursera 之后，下一站要去哪呢？虽然我也曾经想过裸辞，但还是希望能够在矽谷科技业闯荡一阵子，所以我的决定是跳槽找工作。但这其实是我当软体工程师以来第一次跳槽，回想起来真的是挫折满满，尤其是在LeetCode刷题这一块，一开始重新要接触各式各样的算法，还有面对LeetCode2-3千题的问题，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那我也常常遇到一个题目解不出来，没有人可以一起讨论或者询问的情况。那我也尝试想在网络上搜寻各种的教学，但是后来发现这些知识非常的零碎，光是找这些资料的准备呢就非常的花时间，导致整体的准备过程呢非常没有效率。所以如果你也有一样的困扰呢，现在有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就是 Terry 和台湾一线大厂工程师 Hank 共同推出了一个职涯护城河实战营，让刷题呢不再只是单纯的背题目还有解法，而是让你能够有系统性的学习，碰到类似的题目呢也能有效的运用你的知识来解题。另外呢，我觉得最有用的呢就是 Live 的知识专业分享，不管你是在台湾或是矽谷工作，如果能够有职涯上的前辈呢让你提点呢，真的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冤枉路，把时间呢省下来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那如果呢你也想在 Terry 的实战营看到我的分享的话，现在就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输入我的优惠码 Alice， 就可以用超级优惠的价格买到一辈子都受用的经验哦。那虽然离职了还是有一点感伤，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矽谷工作的一段必经之路吧。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 career 都有不一样的想法。那我觉得在这5年之后，我也是时候要开启一段新的挑战啦。那我们就在这个 Coursera 的前总部前跟大家说声拜拜。
2019年年底呢，算是我的跟很多名人相遇的时间嘛。毕竟有时候2019年底还曾经在 Tesla 的 Fremont Factory 碰到 Elon Musk 本人。